Hello，上一期视频播出以后，有朋友在社交软件上问我视频中的女孩子是不是阿美，只能让大家先猜一猜了。好啦，不卖关子了，其实那个女孩子是我使用 AI 来完成制作的。既然可以以假乱真，那么今天我就分享一款比较冷门的，可以让图片说话的 AI 工具。本期视频不仅会和大家分享如何制作这类逼真的数字人，可以说是傻瓜教程了。我还会和大家分享无限白嫖 VIP 会员，以及教大家如何完美去水印的方法。希望本期视频可以让你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。记得一定要认真学习，顺便关注频道，点个赞哦。第一部分，生成图片。因为我们是要将一张静态的人物图片，通过 AI 技术将它转换成可以说话的人物视频，所以我们先要去制作一张逼真的人物照片。打开 Leonardo 的网站，点击左侧的 Image Generation 图片生成菜单，进入新的页面。因为我们要生成逼真的人物照片，所以我们要开启 Photo Real 的功能，但是有几点这里要注意一下。第一点，开启了 Photo Real 的功能，这代表你无法去选择其他的模型了。可以看到模型选择的下拉框这里被掷灰了，这两种模式是不能并存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希望使用模型来进行生成图片，就不能开启 Photo Real 功能，关闭就可以选择模型，打开就无法选择。第二点， Photo Real 是依赖于 Alchemy 功能的，你开启了 Photo Real 就必须同时开启 Alchemy。如果你在 Photo Real 功能开启状态下关闭了 Alchemy 功能，可以看到 Photo Real 也会同步关闭，但是 Alchemy 更像一个大众情人，它可以单独和不同模型进行组合使用。在开启 Photo Real 后，在图片尺寸这里，我建议选择3:2的画面比例。为了让图片的尺寸更大一些，同时可以点击比例配置左侧的按钮，将比例锁定，然后修改宽度值，改为1000。为什么改为1000？在后面你就会知道了。这个可是终极经验，一般人我不分享的哦。设置完成后，在输入框框中粘贴我们的提示词，在右侧的按钮上可以看到对应需要消耗的积分。你也可以通过修改生成图片数量或者比例来进行更改。最后点击按钮确认生成，等待几秒后就可以看到结果了。挑选一张觉得不错的图片，保存备用。由 Leonardo 生成的图片，虽然可以保持宽屏的比例，但是却无法达到1920×1080的尺寸的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使用第三方工具进行放大。这里我推荐使用 Upscale。第二部分，放大图片。它是一款开源软件，从官网或者 GitHub 都可以下载。现在支持 Windows、macOS、Linux。好消息是云端服务正在开发中，这个云端服务就厉害了，不但处理速度能提高5倍，重点它还支持视频的放大，真的很期待。如果你想要体验，也可以和我一样加入 waitlist，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测试版体验资格了。下载安装后，打开 Upscale， 先来看看设置页面。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客户端的图片放大工具，但是作者也提供了30种不同的皮肤，看来作者工作不饱和啊。开个玩笑，希望开发者不要揍我。我们可以设置放大后保存图片的格式，也可以拖动滑块来设置图片放大的默认倍数。如果你想压缩放大后的图片，你也可以拖动 Image Compression 功能下的滑块来进行设置。打开这个开关，就可以让工具记住图片的保存路径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设备包含 GPU 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里填写对应的 GPU ID 来加快放大处理速度。回到主界面， Upscale 不但提供了单张图片的放大，还支持批量图片处理。你可以通过这个开关来切换，放大一张图片只需要4步。说到这里，让我想到一个笑话，请问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？答案是3步。第1步打开冰箱门，第2步把大象放进去，第3步关上冰箱门。好啦，言归正传。第1步选择图片，你可以通过点击按钮的方式从文件夹进行选择，也可以直接将图片拖放到工具界面。Upscale 现在支持这4种图片格式，
当选择完成图片后，你可以在按钮上方看到图片的原始尺寸和放大后的尺寸。如果你需要修改，可以切换到设置页面，调整你的放大倍数即可。可以看到调整后的尺寸发生了变化。第二步，选择放大模型。工具自带了6种模型，因为我们是需要放大人物，所以我这里选择了 General Photo、Ultra Sharp 的模型。如果感兴趣，大家可以试试其他几种。第三步，选择保存位置，在这里可以设置生成后图片保存文件路径。第四步，开始放大，点击按钮后，工具开始工作，处理的进度会实时的展示在工具界面。如果你只是使用 CPU 来进行放大的话，速度会比使用 GPU 要慢不少，但是对于我来说 CPU 的处理速度足够了，正好处理的时间，我可以去喝一杯奶茶。当处理完成后，可以拖拉中间的滑块来查看2张图片的差异。因为咱们的图片本来就很清楚，所以现在看不出太大差别。如果你是用比较模糊的小图片来进行方法，差异应该会大一些。有了图片以后，我们进入最后一步操作，将图片大小压缩到5兆以下。这里要用到一个 Google 出品的图片压缩工具 Squash， 用法非常简单，只要直接上传图片，工具会自动的压缩图片大小，可以在窗口底部看到原始文件的大小后压缩后的大小，这压缩率简直逆天了。点击按钮，直接下载保存就行。下一步，将静态人物图片生成为可以说话的视频。第三部分，生成动画。上一个视频中，女孩子就是使用 Dubdub 来创建的。登录网站后，点击右上角的 Studio 蓝色按钮，进入工作台。在工作台页面中，可以看到 Dubdub 提供了10种不同的 AI 工具，分为文字、音频、视频3个大类。常用的工具都在这个平台具备了。今天我们要用到 AI Avatar 这个功能。进入到页面，可以看到平台提供了6个大类上百种的模板，可以直接使用。对于那些想要做 YouTube Shorts 的朋友来说，简直太棒了。但是这样的模板并不适合我们，我们需要做的是横版视频，所以需要点击上方的 Create Your Avatar 蓝色按钮进行自定义生成。在新的页面中左侧显示了刚刚我们介绍的各种模板，可以看到在 Template 标签的右侧有一个 AI Generation 的标签。如果你没有和我一样提前准备好图片，那么也不用担心，可以直接使用提示词来生成需要的图片。你可以点击下方灵感列表中的图片来填充不同的提示词，也可以点击 Inspiration 按钮随机生成提示词，或者自己手动输入你自己的提示词。点击 Generate 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了，但是每次生成需要花费2个积分。等待10几秒以后，可以看到工具生成了4个备选图片，点击任意一张图片都将会被作为生成视频的基准图片。如果对生成结果不满意，你可以点击 Regenerate 按钮，使用相同的提示词重新生成，或者点击 Avatar Description 左侧的箭头重新修改提示词。当然，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，现在上传我们的完美图片就可以啦。因为平台做了尺寸和文件大小的限制，所以在上传的图片尺寸大于2000×2000，或者文件大小大于5兆的话，都会有警示信息。当初设置生成图片的宽度为1000，是为了控制放大后的图片尺寸不会超过2000像素，一方面能够满足我们横屏视频1920的尺寸标准，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满足 Dubdub 的上传文件尺寸标准。通过 Squash 压缩图片大小，也是为了满足 Dubdub 对文件大小的要求。上传成功后，记得勾选右下角的 AI Photo Enhancer 选项，这样可以让生成的视频更加清晰。在图片的下方，我们有4种方式来对图片添加音频。AI VoiceOver 可以通过输入文字和选择不同的 AI 嗓音来完成音频。Record 也可以直接通过麦克风直接录制音频。Upload an Audio 上传已经制作完成的音频文件来作为图片对应的音频。Upload a Video 可以上传一个已有的视频，工具会自动提取视频中的音频来使用。因为我们是纯 AI 创作，没有用到真人配音，所以选择 AI VoiceOver 来完成后续内容。在输入框中输入你需要生成的音频内容，
这里我选用一段个人比较喜欢的句子，也是一段鲜美的鸡汤，大概意思是，当你觉得希望已经消逝，看看你的内心，搜索你的灵魂，你会发现一个英雄就在你心中。梦想是难以追随的，但不要让任何人偷走你的梦想。然后点击左侧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有几百种不同的配音角色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择，也可以通过上面的6个大类进行筛选。试用账号也不用担心，可以直接选择 VIP 的声音，随意选择一个。你会发现 VIP 的声音选项还包含了不同的语调风格与场景，有聊天场景，有客户服务场景，兴奋的、生气的语气等等。如果对默认的语速和声调，也可以拖动下面的滑块来进行修改。先来听一个默认配置的声音效果。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, look inside you and search your soul. You will find a hero lies in you. Dreams are hard to follow, but don't let anyone steal your dream.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语速和不同的应用场景，点击确认，再来重新听一下效果。这种微调还是有一定差别效果的。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, look inside you and search your soul. You will find a hero lies in you. Dreams are hard to follow, but don't let anyone steal your dream. 我们在语言的下拉菜单里还可以看到，这里是支持中文的，而且还细分成了广东话、普通话、台湾话。大家都知道 AI 配音里，中文配音的效果是最难的，毕竟中文博大精深，多音字，不同地区的方言口音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先看看廣東話怎樣。作為新聞女王，我堅守着傳遞真實、客觀的責任。每一次報道都是對真相的追求，是為了向世人呈現事實的真實面貌。我們聽起來還不錯，有點看港劇的味道，但是還是差點味道，感覺太生硬了。再來試試台灣話。沒錢真的好痛苦，全身上下只剩2.5塊，每天3餐也只能吃素，缺鈣缺愛，我太……這 Q 彈的聲音感覺軟軟的。最後來試試普通話。我的祖父叫胡國華，胡家祖上是十里八鄉有名的大地主，最輝煌的日子在城裡買了整整3條胡同。哇，聽起來很有時代的味道哦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嘗試一下不同風格的聲音。我們先切換回英語，先完成這個教程再說。確認好聲音後，點擊主界面中的 Generate Upload 按鈕，將語言生成和上傳。上傳成功，可以看到頁面右上角的藍色按鈕 Generate Token Avatar， 點擊它會彈出一個頁面，需要你來確認。在彈出的頁面可以看到一個去水印的選項，因為我們是免費賬戶，所以這個暫時就不要想了。後面會告訴大家一個完美去水印的方法。點擊 Generate 按鈕，開始生成視頻。在 My Avatar 的列表中，可以看到你生成的每個視頻的進度。這個測試視頻是13秒，官方說法是1分鐘的視頻大概需要10分鐘的生成時間。我們這個視頻13秒大概就需要13乘以10秒，大概2分鐘的樣子。我們就先等待下。趁着等待時間，我們來說說積分的消耗規則。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，我們剛註冊的時候是10個積分，前面生成圖片用掉2積分，生成視頻1秒需要消耗2積分。當前這個視頻會消耗 2.6 積分，所以賬戶還剩 5.4 積分。說話間視頻生成好了，可以看到狀態已經變成 ready， 點擊直接進行預覽。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, look inside you and search your soul. You will find a hero lies in you. Dreams are hard to follow, but don't let anyone steal your dream. 除了左下角有個水印，其他都很不錯哦。如果你需要本地2次剪輯，可以先下載備用。除了直接下載以外，你也可以點擊 Share 按鈕，將這個視頻分享給別人。還可以看到視頻的下方有個 Edit 按鈕，點擊以後，你就可以在線剪輯視頻了。我們來看看如何完美去除水印。Dubdome 提供了非常厲害的在線視頻編輯工具，可以看到操作面板的布局和功能上，一點不輸大牌編輯軟件，
在左边可以看到，在视频剪辑页面也支持一键生成 AI 人物，将 Dub 的生成图片功能与视频剪辑功能完美结合。在 Audio 标签也可以快速的将文字转换成音频。在 Text 标签也提供了一些花字效果，数量上有待提高。虽然字体效果不够多，但是这一键生成字幕功能还是很棒的，可以识别几十种不同的语言，快速生成字幕。我们测试一下，选择英语点击生成，几秒钟就完成了，生成速度和准确性都达到了我的预期。还有更厉害的，可以一键 AI 翻译字幕。我的天哪，这功能是想要颠覆整个视频剪辑圈啊！完美解决字幕翻译的痛点，这样制作双语视频就更简单了。但是有些字体对中文支持还不够，需要切换一下才可以看到，这点平台还需要再改进一下，待会儿去提个优化需求去。除了以上功能以外，工具还支持转场、特效、遮罩等功能，等待大家自行探索了。到底什么时候介绍完美去水印的方法啊？对，不能跑题。下面来说下如何去水印。在主场景中可以看到视频因为尺寸的原因，高度适配100%，现在才会出现左右两侧黑色背景的问题。我们只需要选择视频，然后在右侧的放大参数这里调整放大数值，可以设为120，然后将视频向下移动，这样是不是就看不到水印了？现在知道一开始使用 Leonardo 生成图片的时候，为什么宽度一定要设置1000了吧？别夸我是美貌与智慧的完美结合，我可是会飘飘然的哦。完成了这一步，如果你更习惯于本地编辑的话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Export 按钮，可以选择视频导出尺寸，最高支持 4K， 也可以设置导出视频格式为 MP4 或者 MOV。FPS 帧数也可以设为最高60，这些功能感觉都已经够用了。配置好以后，点击底部的 Export 按钮开始生成。这个导出过程根据视频的长短以及特效的多少来定。我们的测试视频很短，很快就完成了。快来预览一下。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, look inside you and search your soul. You will find a hero lies in you. Dreams are hard to follow, but don't let anyone steal your dream. 感觉很不错哦，而且字幕和嘴型的配合也很完美，是不是今天的内容让你收获满满呢？对了，差点忘记和大家分享如何白嫖的方法了。其实大家发现，可以通过无限注册邮箱账号，就可以实现永久免费使用。可是不停的注册邮箱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，不要着急，我有办法。你还记得这个视频吗？当时我详细介绍了 SquareX 这个插件的功能，除了能提供8个不同国家的高速 VPN， 它还支持一键快速并且无限创建临时邮箱，是不是问题就迎刃而解了？有兴趣的可以下载安装体验一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顺便点个赞哦。我也很希望在视频下方看到你的宝贵留言，这些都是我频道继续下去的动力哦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